宝图外，云上大法师暂停了对宝图乾坤的影响。他并非是有意抢寿所难，只是在谋划让李长寿在三教源流大会上出名出彩，为李长寿入兜率宫铺路。而此时这位人教大师兄已经开始思索又一个问题：迫使李长寿这般谨慎，不断躲躲藏藏的原因是什么？莫非是有人暗中胁迫我人教弟子？大法师的目光依然十分淡定，坐在那儿掐指推算。小长寿有老师出手遮掩天机，自己推算不出什么结果，但他所在的渡仙门却可以随意的推演。绕开李长寿，从侧旁观察李长寿这短短的人生，自可得出一些答案。当下宣都静心凝神，手指掐算，掌心有太极图虚影流转。而后天机彰显，渡仙门近300年唯一遭劫，便是那一次西方教某高手暗中谋算，用傀儡袭击山门。此事真能对他有这般大的影响？玄都大法师心底略微思索，很快决定继续出手试探，只是方法已经不会如同此前那般简单。他要对李长寿做全方位的考察。当下玄都大法师开始在心底迅速制定好了一个又一个剧本，暗中开始人教最高等级小测试。第一波，几名截教一脉的炼气士正联手围攻一头妖兽，妖兽的背上有一把包裹着雷电的紫色神锤，妖兽本身已经是奄奄一息了。这几个炼气士已经进入了表面谦让环节，口中说着：“你拿。”你拿。忽听雷声炸响，紫色神锤融入妖兽体内，这妖兽瞬间妖力爆棚。这几名炼气士见状倒是反应迅速，立刻夺路奔逃。他们耳旁听到了一缕模糊的传声，指引他们逃向了李长寿和熊灵力藏身之地。李长寿早就在观察此处，立刻从木盾切换为土盾，对熊灵力传声。刚啃完2只特大号鸡翅的熊灵力立刻举着土叉站了起来，按李长寿叮嘱，在侧旁林中躲藏，准备迎战。很快几道身影冲过来，妖兽冲杀而来，一缕无色无味的迷药钻入了妖兽妖魂，将他妖魂瞬间迷晕。正此时，进入狩猎状态的熊灵力一声轻喝，举着土叉一跃而起，动作准狠，面容冷静，双手紧握土叉，直接灌入了这头妖兽的脖颈要害。妖血渐涌，熊灵力握着土叉用力一搅，那头妖兽哼都没哼，直接就蹬腿了。几名被追赶的邪教弟子各自回头看来，只看到那个浴血而立的雄壮背影。有一位女炼气士顿时迷离了双眼，泛红了脸蛋，柔声道：“这位道友。”道友是喊的我吗？熊灵力转身看了过去，那张比对面女炼气士还要可爱娇弱3分的脸蛋瞬间让后者紧闭柔唇。李长寿对着熊灵力道了句，熊灵力瞪着大眼睛问那几个人：“这里面有个锤子，你们要锤子吗？”道友救了我等性命，我等如何能再取这般宝物？这里是一些谢礼，还请道友收下。当下那几名截教弟子各自拿出一些灵石丹药，用法力推过来之后便匆匆告辞了。熊灵力有些纳闷，按照海神大人法旨，先将这些东西给收了起来，再将妖兽体内的锤子拽了出来，惊讶地喊了一句：“表兄，这个锤子这么小，怎么这么重啊？”按我说的炼化之法，你将这件灵宝炼化，以后拿来防身用吧。哦。熊灵力应了一声，将锤子捏在手中，用法力灌注，很快就完成了初步的炼化。这雷锤也不愧是出自炼气大师云中子之手，威能强横，花样贼多。在被熊灵力炼化的瞬间，雷锤化作了半丈长短，熊灵力刚好握持。走了，李长寿传声，继续换地方。
熊灵力答应一声，将锤子扛起，开始继续奔跑。宝图外云端上，那个孤独的身影满意的笑了笑，继续开始接下来的考察。后面的3个时辰，李长寿接连不断地遭遇到各种各样的稀奇事，有被妖兽所伤的昏迷女炼气士，跌落在了小湖中，浑身湿透；有2头妖兽互相厮杀，凑巧不巧的死在了李长寿前方不远处，而附近又有几名炼气士急速赶来，各种各样五花八门。李长寿并未刻意而为，自身行为一直遵循不沾因果的原则，能躲就躲，若躲不过，就熟练地运用新获得的法宝人。唯一与他平日里不同的是，平时的他不会管别人的麻烦事，但在这宝图中，若是不费举手之劳，他就会顺手捞对方一把，但是迅速离开，做好事不留性命。若是知道有人用这种方式测试他的心性如何，李长寿定会心底奉还无聊2字，然后再表现出普通谦君子的人设。这番测试的结果在玄都大法师的心底缓缓凝成，竟只有一个大字：稳。玄都大法师已经是懂了，这般感觉十分玄妙，只可意会而不可言传。此时玄都大法师已经是来了兴致，祭出了杀手锏，屈指对着宝图一弹。正在一处溪水中施展水遁缓慢前行的李长寿，心底突然出现了一阵明悟，似是有什么话要脱口而出。这些明悟渐渐凝成了4个大字：人教扬威。李长寿顿时眉头一皱，却是立刻在水中现身，对着天空拜了一拜。刚跟截教12金仙学到的洪荒求生小技巧，抓住机会就拜拜圣人老爷。我的任务莫非就是来此地扬威？可是这并不符合人教的教义啊，莫非是大法师？李长寿的这种感觉越发强烈，自己从拜圣人途接到指示，而后一直到此地，又被一个去字安排进了宝托中，再到此时接到了准确的命令，并非是圣人老爷在下令。太清道函有言：非无私，非无形，非无善恶，非无往复。单从这一点来论，李长寿就完全能够怀疑自己现在正在被大法师驱使。而且最重要的是，李长寿看着手腕上绑着的超品测感石，这块测感石从他最开始进入此地就微微闪烁着光亮，有一股绝强却隐蔽的仙识一直在注视着自己，与那些透过江山小设计图本身功效偶尔会扫到自己的仙识不同，这道仙识是直接锁定在自己身上的。可惜就算是大法师在背后指使自己，自己也无法不遵大法师之命令，而且此事根本无法查证。大法师也是自己的大腿，只能当这是自己上交的保护费了。其实李长寿能猜到这是大法师在搞事的另一个原因，还是刚刚的这一道旨意上。人教扬威，人教何须扬威？太清老子无人敢惹，玄都大法师可不入劫难，洪荒天地大半的炼气士都知人教神秘，这已是有足够的威了。李长寿继续藏身水中思索，不远处熊灵力正扛着仙锤奔跑而来，背后拖着2只妖兽的尸身，因为跑动太快带起了一路烟尘。李长寿在水中注视了他一阵，很快就有了主意。人教扬威这4个字可以大做文章，只要让人教在这次3教源流大会上大享威风，光彩熠熠就够了。想达成这个目的，并不需要我亲自下场。李长寿全力地散开仙识，搜寻此前已经发现了几次但都主动避开的有毒师妹。接下来一个法宝人是明显不够的，
几乎只是瞬息之间，李长寿就找到了正在600里之外与妖兽斗法的有情玄雅。在有情玄雅的附近，有几名人教道成的男弟子正在与有情玄雅互相的配合，和那2头妖兽斗法厮杀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这几个人教道成的男弟子并非是渡仙门之人。李长寿眼前一亮，给熊灵力贴了几张刚画好的神行符与轻身符，让他赶路时减少体力的消耗，而后便施展遁法赶向了有情玄雅之所在。出风头这种事还是找专业人士才稳妥。不多时，有情师妹，长寿师兄。正遇见斗妖的有情玄雅，闻言立刻转过身来，看向声音飘来的方向，却见心底一直担心的这位师兄，此刻正站在100丈外的一棵大树的树梢，长发道袍，衣角随风轻摆，正对着自己露出几分清淡的笑意。那一瞬，有情玄雅的心底被这般笑意给装满了，本是有少许香汗的脸颊上露出了几分欣喜克制，却总归是无法掩盖的微笑。心花微微绽放，此间只有彼此。忽听有情师妹快出手，这边撑不住了。那边的那位道友还请过来相助，这2头妖兽十分厉害。少了有情玄雅的飞剑驰援，那几名男弟子瞬间节节败退，只能高声大喊。有情玄雅连忙转身，16把燃烧着的玄青真火的飞剑再次呼啸穿梭，将2头妖兽再次勉强压制。李长寿的嘴唇微动，自然是在对熊灵力传声，此刻已经摸到了那2头妖兽背后的铁塔少女。左手高举仙锤，右手握持长叉，在林子中猛地窜出，高喊一声：人教弟子熊灵力，斩妖除魔真给力！宝图外，正坐在云上孤芳自赏的玄都大法师，听着熊灵力的呼喊之言，也是差点笑出声来。端庄高冷，高手风范。宝图内，喊完口号的熊灵力庞大的身躯一跃而起，左手仙锤酝酿道道雷霆，右手长叉猛掷，刺入了一头3头妖豹的背部。转眼间几声呼喝，这巫人少女2个起跳，2头堪比普通人族原先战力的妖兽迅速躺尸。几名人教男弟子愣愣地看着浴血而立的熊灵力，连忙做道揖致谢。熊灵力看都没看他们，手中的土叉化作流沙散掉，扛着仙锤跑回了自家海神大人的身旁，露出了开心的笑容。长寿师兄，有情玄雅身周盘旋道道飞剑，顾不得休息，连忙朝着李长寿这边迎来。那几位男弟子见状，眉头一皱。李长寿如何看不透他们的小心思，但是现在他确实是需要有情玄雅帮忙，故拱手行礼，开口言道：此前有劳几位道友关照我师妹了。那几个男弟子也算是知趣，各自还礼告辞。有情玄雅却道：师兄，方才是我助他们，不必为此道谢。有情师妹啊，世事洞明皆学问，人情练达即文章。人情世故这4个字，哪怕是身处仙道，也不应该忽略。毕竟仙路为伴的也是人与生灵。有情玄雅与某位没有具体姓名的大法师在图内图外同时缓缓点头。有情玄雅的心底道的是：师兄的每句话都让人回味不已，我该好好记下才是。玄都大法师乃道门有术的高手，所想自然与有情玄雅有些不同。这小长寿的说法倒是颇为不错，细细品味又有点道理。宝图内，李长寿道：师妹，先随我来，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。有情玄雅轻轻颔首，又对着一旁的熊灵力做了做道揖，喊了一句：弟子见过师叔。
熊灵力眨眨眼，顿时手足无措，那张小脸上写满了茫然。我怎么就成叔伯了？海神大人身周的圈子关系好乱啊。李长寿将有清玄雅与熊灵力带到了一处竹林中，拿出了3只蒲团，三人各自入座。师妹，李长寿看了眼自己手腕上的侧杆石，润色了一下言语，笑道：今日进入这宝托之中，为兄有一个想法，来提振咱们渡仙门的声威。有清玄雅顿时颔首：长寿师兄吩咐就是。你如今是归道8境，但并非是这宝托中修为最顶尖之人。我此前已经感觉到了真仙境的气息，但有灵力在此，你2人联手所能达到的效果也不亚于这般高手。有清玄雅皱眉：师兄，我们要做什么？出名。出名？这是做甚？师妹，咱们渡仙门为何在人教仙宗中排名垫底？无他，是因为咱们地处东胜神州，名气不足，那些拜师求道的俊秀之才根本听不到咱们渡仙门的名声。想提升咱们渡仙门乃至人教道成的实力，最好的办法便是提升知名度，塑造仙门形象，让拜师的仙苗越来越多，再千里挑一，则品性上上者入门培养。如此不必数万年，数千年便可见成效。言罢，李长寿还忍不住吐槽一句：自然了，道侣之风也是要适度的抑制才行。有清玄雅面露思索，很快就缓缓点头：师兄，我明白了。宝图外，某大法师听闻这些话语，也随之陷入了思索之中，很快就不由得点头称善：这话说的倒是十分在理，也是我此前所忽略的。宝图内，李长寿不费扬灰之力劝服了有清玄雅，随之就开始公开自己的造星计划。